俄乌战场惊现装甲潮虫，其造型设计足以登陆科幻小说的作品。除了这辆装甲潮虫呢，俄军最近还出现了一大批奇葩的装备，比如说斯拉夫工艺的超级反无人机坦克。这些装备的表现如何？今天大兵就和各位一起来聊聊这些问题。这辆装甲潮虫其实呢是一辆经过改装的 T72坦克，它的背部呢是传说中的龙式装甲 Pro Max 版本，几乎覆盖了坦克全身。不过很遗憾，这辆坦克在开战后不久就被乌军俘虏了，并且在近距离拍摄到了照片。从照片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巨型龙式装甲十分简陋，由一条条金属薄板拼接而成，完全遮住了坦克的顶部，就像是瓦片下的潮虫。从上往下看呢，全是一节节的盔甲。关于这种潮虫坦克的实际效果，只能说是有利有弊了。一般的龙式装甲就是坦克炮塔顶部放一个金属网做的小棚子，有一些好点的呢，会在棚子四周放一些铁链，避免无人机从侧面飞入，攻击坦克最薄弱的炮塔顶部。而潮虫装甲呢，不仅覆盖了炮塔顶部，几乎将包括侧面在内的所有弱点都包裹在其中。别看这装甲的金属板很薄但是对于自杀式 FPV 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现在的反装甲 FPV 使用的大多是锥形装药，在炸药引爆后，锥形装药的金属盖子会在炸药爆炸的作用下变成一股熔融状态的高温高速的金属射流。这股金属射流呢，可以融化坦克装甲，并且杀伤内部人员。而如果炸药撞在了龙式装甲上，便会被提前引爆。龙式装甲和坦克之间还有着不小的空隙，金属射流会在空气中迅速失去能量，等撞到坦克上时，威力就会大大减弱。比如挑战者坦克炮塔周围的间隙装甲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所以说，这辆潮虫坦克基本能够对自杀式 FPV 形成完全的有效防御。但是这种防御力带来的缺点呢，要比自杀式 FPV 更加危险。首先，这种装甲直接限制了坦克炮口的幅度。根据大兵的估算，这种坦克的左右转动幅度应该是小于60度了。如果想要瞄准侧面的目标，这辆坦克就需要和二战的突击虎一样，通过履带转动坦克整体进行大角度的瞄准。同时呢，这种装甲也基本废了车长观察位，车长探出头只能从狭窄的通道里看到坦克前方和后方的一点点情况，至于侧面和空中，那就是一抹黑了。战场信息感知基本废了，估计走哪条路都要靠队友的无线电指挥。结果正如我们所料，这辆坦克没有起到什么卵用，最后呢，可能是踩中了地雷，被乌克兰军队俘获了。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出现这种抽象的坦克，证明俄军内心对于乌军的自杀式 FPV 的恐惧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以至于不惜牺牲坦克的大部分战斗力，也要确保不被 FPV 袭击。如果北约或者乌克兰能够继续大量制造这种无人机，加强对俄军装甲部队的攻击，则有可能在精神上击败俄罗斯的装甲部队。除了潮虫坦克外呢，另外一辆奇葩坦克也证明了俄军对 FPV 的恐惧。4月5号，在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一组照片，主角呢是一辆经过改装的 T72B， 但其改装过程是非常抽象。在坦克炮塔顶部放置了多个频段的信号干扰器，然而抽象的是，这些干扰器呢不是焊接在坦克上，而是用了一根麻绳杂乱地捆在了炮塔顶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称其为麻绳坦克。而且更抽象的是，根据后续的图片显示，由于 T72没有给干扰器供电的接口，俄军呢又并联了几个铅酸电池，依旧是用绳子捆在坦克身上。但是光靠这些电池好像也不太够用，于是俄军又把一台柴油发电机放在了炮塔的侧面。很明显，俄军为了反制 FPV 已经想尽了办法，但幽默的是，这辆为了反无人机的坦克最后还是被 FPV 摧毁了。从乌军展示的视频来看，在 FPV 接近麻绳坦克时，图像信号基本没有受到干扰，所以可以肯定炮塔上这一大堆干扰器已经丧失功能了，其充其量只能算是外置装甲。尽管乌克兰军队通过使用 FPV 缓解了部分火炮弹药短缺的问题，
但在平原战场上，火炮可以提供比游荡弹药和无人机更强的火力。一位北约官员在4月9号表示，几个月时间来，乌克兰军队使用 FPV 无人机摧毁的俄罗斯坦克占总数的2/3以上。现在的乌军已经形成了一套统一的战术，他们会着重瞄准俄罗斯坦克的舱口、发动机或者弹药库。虽然 FPV 不至于完全摧毁坦克，但命中这些薄弱地点，足以让俄军坦克失去行动能力。但是我们要注意，虽然乌克兰在无人机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这并不能扭转由人员、炮弹、武器匮乏对乌军造成的劣势。4月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德国媒体《图片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很成功，并且实现了国产化，但无人机无法取代防空系统、远程导弹系统或者火炮。而路透社最近采访了一位乌克兰 FPV 飞行员，他坦言，如果没有大炮和步兵，乌军将无法守住前线。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将军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在4月10号警告说，俄罗斯军队目前在前线拥有5-1的炮兵优势，这与乌军的情报是大差不差。如果美国继续推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俄罗斯军队有可能在几周内拥有10-1的炮兵优势。泽连斯基对此的怨气更甚，他在推特上说得很直白，西方军事援助的延迟迫使乌克兰将战场主动权拱手让给了俄罗斯。乌克兰军方在不知道他们何时能够获得何种援助的情况下，无法制定有效的反攻或者防御计划。尽管如此，乌军在弹药短缺，依旧凭借着出色的战斗力，在最近几周部分击退了俄罗斯机械化攻击。但大兵认为，如果西方继续拖延对乌克兰援助，那么乌克兰可能就要面临十分困难的选择。他们在未来可能不得不失去一些土地和部队，以战略转进的方式缓解俄罗斯的攻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为了防止胡塞武装对于红海护航编队的持续袭扰，美军最近决定在艾森豪威尔号上的 FA-18以及 EA-18G 上加装 AIM-9X 响尾蛇导弹。这些新增的导弹呢，将挂载在战机机翼边缘的挂点上。曾经这里是 AN/ALQ-218 电子战系统的吊舱，但是在繁荣卫士护航行动中，面对简陋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电子战系统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增加短程空导弹能够增加艾森豪威尔号舰载机的持续性火力，这能让他们面对蜂群战术时更加具有优势。同样是在红海，以色列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舰载版的铁穹防空系统。这套系统呢，被称为 C-Dome， 依旧是以色列国防公司拉斐尔研制的，每艘萨尔6级舰艇都配备了2个 C-Dome 系统。每个系统都配备了20枚塔米尔短程地空导弹，以及从32个垂发单元发射的 Barak-8地对空导弹。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后者。巴拉克8旨在打击70公里外的目标，包括超音速反舰导弹，而 C-Dome 则旨在拦截和摧毁低空飞行的飞机、反舰导弹、短程火箭以及无人机。在萨尔6中 ，C-Dome 和垂直发射系统的联动已经高度集成化，这与早期的萨尔5型舰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技术不成熟，萨尔5型在驾驶舱上临时安装了一个陆基铁穹电池。C-Dome 的成功首次亮相，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以色列海军不断增强的防空能力。这是为了应对胡塞武装最近不断升级的攻势，包括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进行攻击。通常，萨尔6级护卫舰主要是用于保卫地中海东部的以色列专属经济区的海上天然气平台。这些平台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除了防空导弹外，另外一样意想不到的东西成为了战机的大敌。4月8号，在韩国昆山空军基地，一只鸟和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相撞了，导致飞机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好在飞行员迫降成功，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海军安全司令部在事后调查表示，该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0万美元。事实上，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鸟类成为了最强的防空武器。根据海军陆战队内部期刊的统计，在2004到2019年期间
近似美国海军陆战队就记录了1500多起涉及鸟类撞击的事件，其中有30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包括人员重伤和飞机严重受损。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战线。从北往南说，俄罗斯第47坦克师的部队几乎完成了从莱曼方向到库皮扬斯克方向的重新集结，大部分部队似乎已经部署，该师第26坦克团和第347摩托化步兵团的部队已经出现在了佩尔绍特拉夫涅夫和亚西德内。该师的部分部队呢，在新基夫卡、彼得罗巴夫利夫卡方向增援第6联合武装集团军，但收效甚微。在4个月内，俄军已经在该方向损失了超过100辆装甲车，但战线呢却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巴赫穆特，乌军的状况有些不妙了。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了整个伊万尼斯克，并且继续在恰夫西亚尔以东发动进攻。俄罗斯第4摩托化步兵旅、第200摩托化步兵旅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动攻击。在阿夫迪夫卡以西，俄军同样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们占领了乌军放弃的塞梅尼夫卡，并且声称他们控制了45%的定居点。而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堑壕战仍在继续，但战线没有明显的变化。对本期视频，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